那我才开始领悟到，原来我释放情绪没怎样的那为什么我30年的生活就没有在释放情绪？所以我觉得其实世界很大。你现在自己在一个圈圈框框，你是永远进步不了的。不要讲是心态，就是你看的东西，你也会只是限制自己。就算你今天是一个很完美的人，对，突然间你生了一粒冰雹，大家就讲你有看到吗？他生冰雹。陈慧甜吗？欢迎收听陈慧甜吗？我是欧人陈慧甜。你知道啦，人生很难的，然后其中一件事情就是。有时候呢，要你发表意见，如果你讲太多的话呢，又觉得你太多主见哦，收一点哦。但是如果你不说的话呢，人家又嫌你为什么你一点意见也没有的哈？什么不说，我怎么知道你在想什么？所以今天呢，这位嘉宾他就是特别出了一首歌，要叫大家点啦。我们欢迎君倩。所以这次发的这首歌叫做《静静》，真的是要叫大家住嘴吗？不是，而且很多人会以为就是真的是让你觉得要屌屌的歌，但是其实不是，它只是内在的让你就是去反省的一些 message。但是很多人是觉得，我出了一个静静的歌，就是我也是很静静。我其实现在很不静静，我觉得我现在超不静静的。静呢？你知道吗？就在推出这首歌之前呢，就非常的高调，就认爱了，是不是？你是已经被大家问到头都要爆掉了。还好。真的吗？我就跟大家 update 一下，阿 Zen 的另外一半呢，就是潘玉文，这真的是让我们都觉得很 surprise 哦。那到底为什么我还是不说这么多？因为毕竟就算我们不要保护阿 Zen， 我们要保护一下跟我们没有那么熟悉的潘哥嘛，潘叔叔。你叫他叔叔了？我叫他叔叔，他也很大了。可是他其实他保养的还蛮不错。对，他不像。等一下，你说他跟你大很多的大9年吧。大9年啊！所以我都会叫他潘叔叔。我真的想要继续聊一下，所以你们是怎么样认识的？很久以前在那个，就是我们同台一个校园活动，然后刚好他在宣传，然后我刚好也是有被邀请在那个活动唱歌，虽然没认识，那是很久以前，可是第一次认识啊。可是那时候认识就有那种没有，因为那时候我还有男朋友。对。那时候那个男朋友是。对。所以那时没事。没有，然后他们都是朋友，大家都是朋友，因为那时候前公司代理他来马来西亚的，就是做宣传是我的公司前公司这样。对，反正就是你知道兜兜转转，那个缘分又来了，所以就相遇了这样子啦。2022年的时候，他再来马来西亚，疫情后了嘛，再来马来西亚去开唱的时候，是我跟我朋友要上一顶，然后我们说你们要去看演唱会啊？然后谁的演唱会？然后我再看到有认识的人哦。然后我就想，如果我们去的话，然后他看到我在台下的话，我没有跟他打个招呼，会不会有点不礼貌？然后我就是那种很刻意的我跟我朋友会在哦。那如果你就是很官方的，你有空过后就可以喝茶哦。那通常不会的嘛。通常就是那种OK 可以看怎么样。然后结果他 on 了。他就觉得没事 OK， 然后他结果就跟我的朋友们一起演出完过后喝茶。这样的概念，然后就真的就是有私底下就比较频密的联络。对，他们开始的。所以真的是因为那一封 message， 有时候你太安静，反而不会有缘分的出现哦。所以我们每人讲嘛，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人，你要稍微的主动一点点，那可能就会有机会啦。好啦，话说回到我们这首歌曲，就是阿 Zen 出道10年，对，然后推出的一首歌。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一直在聊，可能就是自我探索啦，然后情绪管理啦，很多人就对于这心理这一块就越来越有兴趣，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子的推动力之下，会想要选择《静静》这首歌曲？其实不是这首歌的来源其实是因为我跟我老板就是苏俊元，那时候就是谈到，然后我那时候刚跟他就是认识更深入的时候，我跟他讲完我所有的人生经历，就是我遇到什么东西，我经历了什么东西，然后他就在那1个星期就把我量身定做这一首歌，就是他觉得可能他的思维他的看法人就是这样的。对。你 get 到他给你的《静静》这首歌的歌词最大的感染力那一 part 是什么？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一切都过去，就是一切的困难，一切的遇到的所有的难题都会过去的。那就是例如你怎么看？可能你5年前看到你自己没有办法过到这一关的东西，很难很难，因为你当下你没有办法去突破那个东西的时候，但是你5年后你看回那个事情哦，其实超渺小的，就是完全是 nothing。所以他听了我故事过后，他其实想要表达的比较多是，我经历那么多风风雨雨，但是我还是还好好的啊，就是他要带的那个 message 是这样子。那精进也不代表就是我必须要精进才经历这些东西，是很多时候就是你静下来的时候，你真的是在问你自己，你做这件事情快乐吗？或者是你做这件事情你有喜欢吗？因为现在的年代就是太快了嘛，就是很快很快，我们就是很红的歌立刻要翻唱，立刻要翻跳。但是你真的有问你自己你喜欢吗？或者是你只是为了做而做？你是随波逐流还是怎么样？对对对，所以那一阵子因为疫情就是没有对错的，因为觉得你不做的话你会被淘汰，你不做的话你就会被落后这样的东西。所以他写的这首歌过后，我自己去反省去想的时候，我会想要把这首歌变成好像我希望我可以把所有的快乐放第一，就是很难。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你一整天都会很开心，让皮笑这样子。但是它是一个温馨提醒自己，你可能今天打破玻璃啊，还是怎么样？但是你可以转注意力去放那个好多过坏。我打破玻璃，但是它没有割伤我。就是一点点的这一种。但是我觉得你所有这样子的可以得到的一个想法的，都是要真的要自己本身要静下来去思考过后才有办法的。对对，要不然如果你整个人是匆匆忙忙，或者就是外界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吸收，然后就觉得这是自己的东西的话，你没有去认真反思的话，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一个收获，对不对？那以前的你就已经是这样子有这样的 processor 了没？就能够已经静下来，就对所有事物就可能静下心来这样子自我反省。以前就能够，以前的我比这个 processor 可能有20 dB， 然后现在我 downgrade 啊，我所谓的 downgrade， 我要解释这个东西，就是以前的我太过自我反省，太过于怕讲错话，太过于怕我会得罪人。所以为什么以前的我的情绪波动很平的，然后以前我们都认识嘛，就是我都没有什么话讲了，然后就很静静的，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最近也是跟我说，以前的我很高冷啊，然后很安静啊，不敢讲话啊，那我可能把这个东西放得太重，我怕讲多错多。我好奇耶，因为有时候我们是因为人生经历了一些什么过后，我们才会 get 到一些教训，就说哎呦我不要讲了，等下讲了错了之后我不是又遭殃。你这么小年纪的时候是因为生活环境影响让你有这样子的感觉，就觉得说多错多，我还是别说那么多比较好。就是也不算真的生活环境，我算的还是蛮幸福的，的家人的疼爱了。但是就是我那时候出道的时候，我不会中文，我的中文真的是你可能听不懂的中文。对耶，你这样提我都忘了，你以前是比较 English 的嘛？对，就是可能像仿一个印度人在讲中文这样子的，也没有这么严重吧？真的那时候就是应该差不多跟 Henry 许亮宇一样，可能。就是中文你可能看不是太懂，然后你要表达你可能要自己可能10个句子有9个是英文，1个是中文。那时候就是那时候我在公司嘛，然后就是希望可以就是少讲话，然后不要说那么多话，怕错嘛。因为我的确是中文不好，但是我本身我发现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交流的人，我喜欢分享的人。只是我必须把那个概念，就是我需要保护自己之外，我需要就是也不要把公司丢脸。其实它很多 stress 的，它是很多责任跟一些套在自己的 stress 的身上。现在经历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以往的那些东西是我自己套在自己的身上的完美跟偶包，但是其实没有人 care 的。我知道，就是你不是自己套在自己的身上。现在觉得你讲错话真的有那么严重吗？你做错事情真的有那么严重要到枪毙吧，还是怎样？以往我可能拿捏不到这个东西，我可能就是
过于的，所以我说 processor 是20 dB， 我现在 downgrade 了，可是反而 downgrade 好像蛮好的就是比较自在。因为如果就是太多，因为什么东西都要来一个 balance 对，如果你太多的话，又太自我局限。对，就不快乐，就会觉得每一天哦，我那时候我虽然20多岁，20岁初，我每天回家睡觉前我会反省的。我今天该说什么？我不该说什么？我今天说的这句话，是不是谁谁谁会不高兴呢？对。你是不是也很喜欢控制东西的？就比如说 ，OK， 我今天我希望我的表现是这样子，如果没有达到的话，你回家又在做这样子，我应该要这样子做才对，我今天应该走这条路才对的。这样就没有了，又没有。我在这个种的事情，我还是比较顺其自然。只是可能那时候我套在就是我希望人家看到的阿 Zen 是怎样的。但是当然很多东西你是不能控制的嘛，很多别人怎么想你完全不能控制。但我也把这个责任放在自己的身上，所以我那一阵子也经历了一些就是躲内斗啊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更加的觉得我需要精进，我最好不要说话。就是我一直都在不断的阶段在变不一样的人。在一个短时间内，你就想 OK， 我要精进，不行，我又必须要表达自己，就是有这样子的挣扎过程，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因为静静不表达而遇到一些很吃亏的事情？我反而得白累。我有时候我其实也是一个很相信人的一个人，很相信朋友，或者是那时候很年轻嘛，圈内人朋友，就会当每个人都是为你好的，可能我只是觉得纯粹我分享。但是就是当他是朋友的分享，但是没有想到过后那些话会变成另外一个意思，变成别人的饭局的话题，茶余饭后的一些讨论的事情，就是变成我认为这个东西没有那么严重了，其实人家都已经把它转到很哇，我都不知道我可以这样子的那个就加油加酱到很厉害。原本你只是想要跟他分享的事情，对，所以我经历的那一个事情，还是因为你 transfer 的时候那个意思有可能，真的有可能。难怪你怕要讲话啦，以前真的那件事情那段时间那个内伤蛮大的，就是我变成我都不太敢认识更新的朋友，不太敢跟新朋友聊更深入的东西，就算好朋友也不要碰到我的不好的东西，因为有时候你只是分享，我跟你讲我最近不好怎么讲，因为只是一个很 chill 的东西，但你以为别人会为你伤心，可是他其实是开心的。就是经历过那一段时间过后，我变得超级精进。因为我这样子听其实你就处在一个像我刚才讲的一个很矛盾的状态嘛。到底我自己应该是要属于是静的，到底还是应该要表达？我到底什么时候该表达，什么时候该静静？你现在理出来了没有？理出了，就是理出很多，而且可能现在的心态跟思维都不一样。那个事情也过了7、8年的事情，然后或许我以前会一直认为我是受害者。我说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对我？为什么你会把所有事情变成白的变黑的？我现在会去思考，一切的东西其实是双方的。年轻的时候认为我被受害，但其实现在我会觉得，是不是因为一样嘛？我觉得对了，我表达是不是不对，或者是我表达的东西让他不舒服，或者是他是种种的原因，我都没有做好我自己本分，我什么资格说我被受害，或者是我什么资格说别人伤害我？这真的是成长的其中一个获得，对。我觉得就真的是就在这种跌跌撞撞之后，因为你自己也是习惯性反省，对，是突然间有一天，好像就开窍了。你就算要怪自己，你怪到一个程度了，你要怪别人也怪不下去了，就突然就会理出一个，对。我怎么会这样想呢？对，真的是累积的到可能近期，我也是认识了一般真的对我很好的朋友，对那一群。然后以前我就是很丢脸，所谓丢脸就是我不会让人家看到我流眼泪的。对，其实我看到就是你的文案上面有写到这个时候，我觉得还蛮好奇的。对，是你因为好强吗？所以你才不愿意在别人面前展露自己的喜怒哀乐。对，我会觉得表现自己的那个情绪是一个弱势，是一个好像我在别人面前哭，很 weak 的那种东西。你是男的吗？你？我真的是，
然后我就是从来都不会撒娇，不会让人觉得我不行。以前的那一面，可是其实跟你自己的样子啊，对对，差很远呢，反差萌。真的，人家认识我，其实他们都一直说，你是男的啦，你是不是你被骗了？如果大家有看到阿珍的那个样子你知道他就是一个看起来是比较柔弱，对，就是那种很斯文的，完全不像你想象你讲的那样，就是那种我就是一个男的，我很 M 这样子的。对。OK， 我很冲突，就很多人认为我很斯文，先生就是很乖乖巧这样，就是我就是一个男子汉，我就是不希望人家看到我的脆弱的一面。到现在我会开始就是静这几年过后，我开始释放情绪，我开始勇敢的面对自己的情绪，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人家看你哭，他自己没有哭过嘛，就是那种思维就会开始想。而且我这样子的时候，我还有一般朋友跟爱我的人，他们其实能够接纳我这些所有的情绪，我才有另外一个领悟。我原来可以这样的就是你懂吗？就是你可能你很崩溃啊，你哭到怎么样啊，或者是你显露你自己丑陋的一面，然后他们还是很就是他们也没有因为你示弱这件事情而走掉，然后原来是哭了，快点闪。我才开始领悟到，原来我释放情绪没怎样的那为什么我30年的生活就没有再释放情绪，一直都是默默的躲着一个人哭？所以我就讲了很多的枷锁，像我刚才我们在开麦之前，我就跟我 producer 聊到，就是说很多东西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对，很奇怪。其实这个世界上也不是真的有人会 judge 人但是对，很多情况下是我们自己先 judge 自己，然后就说那我设定了一些 rules and regulation 你要跟要不然你会怎么样怎么样？对，好奇怪就是人嘛，那当然也是人希望大家都被喜欢，都被就是看到好的一面。但是越长大或者越经历更多事情的时候，你觉得这些东西是控制不了的。你就算做100%的烂好人，还是有人不喜欢你的，没错。还是你就算已经很刻意的去尽量不要讲错话，还是有人会把你的好话讲坏话。就算你今天是一个很完美的人，对，突然间你生了一粒冰雹，大家就讲你有看到吗？他生冰雹，或者他直接讲，他是冰雹的脸。对，就是总有人会说话。对。那我在想，好像你在除了自己有做歌手这一块，你会有这样的成长，会不会是因为你也开始接触了做生意这一块？对，也有。我觉得全部东西都是连结的。因为疫情过后，我就开始做生意，然后我接触了很多不一样的领域的朋友。我这4年吧，就是把我的世界扩大。因为以前一直都在演艺圈，然后你看的东西可以只有这样，但是我过后去认识的更多朋友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太渺小了吧，我太没用了吧，就是我太就是给金腰那样子一个。所以我们的世界观比较小，对，环境比较小。我们环境比较小，我们很渺小之外，但是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很大。我们就是一个蚂蚁，但是我们认为我们是一个大象。但是我接触这些也很幸运，他们也愿意跟我分享，很愿意guide我很多的东西。然后他们跟我分享，他们是已经是老虎但是他们表现自己像一个蚂蚁。那这个东西很谦虚。对，我学习到很多，我觉得他们拥有的东西非常多，然后他们的成就感，他们的 achievement 都比我格格不入。但是他们愿意跟我分享，愿意让我知道，其实他还是在学习当中。那我想要也是这样，我想要，就算我认为我自己做的这一些 achievement， 但是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小东西。那我希望我是不是可以也是改变自己的想法跟心态，像他们这样。就算已经是 listed company 到很厉害，但是他们还是保持很谦虚、down to earth 的那种。而且他们的那个脑袋还像是海绵一样，对，还是可以接收很多的新的知识啊等等的。所以他们也是很好奇我的工作嘛，好奇我在娱乐圈唱歌这些东西，然后他们都不是嫌弃的眼神来去看你，他反而觉得哇，因为对他们来说，我可能那时候成绩他们觉得很厉害，但是其实我们都懂，其实很小而已。所以我觉得其实世界很大，
你现在自己在一个圈圈框框，你是永远进步不了的。不要讲是心态，就是你看的东西，你也会只是限制自己。那我也幸运自己那时候比较勇敢的去认识的很多人，就是完全一直都在到处在走这样子的东西。那一段时间我也觉得很开心，我学到超多东西。我很好奇耶，为什么会整该去跑去做生意啊？就是一定不是那种对，我就为了要开阔我的眼界，我要去做生意，一定有一个契机让你想要做这件事情。其实一直以来我很喜欢做生意的，因为我爸爸是生意人。然后另外是因为我其实觉得很现实的一面，就是马来西亚的演艺圈是很难生存的。你必须要有 Plan B， 你才可以真正的生存。那这个是骗不了人的，我也不想骗你。你做歌手很好哦，你会做音乐拐弯不是梦的那种，不可能。那我20岁出道，我大概24的时候，我领悟到这事情。这么快啊？怎么我出道17年我才？为什么不是一个早点跟聊天？你出道的那一期间，你是最穷的期间啊，因为你在宣传啊，所有的就是没有钱的。虽然我还是很感恩我的家庭是 OK， 我可以就是工作完回家吃妈妈煮的饭。住妈妈的家这样子的东西，但是你会领域到很多怀疑人生的阶段。另外一个，除了你生存方面，你那时候还没有 commitment， 还没有东西要烦这些东西的时候，我那时候的想法是，很多怀疑人生的阶段我不开心。为什么？因为你一直在等公司给你 job， 很被动。对，你一直在等机会，你一直在等东西给你手上，你才有成就感。那我会觉得，为什么这个一定要是别人给你的，而不是你自己去争取的？但是矛盾嘛，那时候刚出道，然后你又没有办法做太多东西。然后我那时候也想到，因为我也大学毕业吧，4年 degree， 我读广告，我也读活动，我想我也可以利用我的文凭来去做一些事情，弥补我自己所谓的缺乏安全感的那一面。我想要主动创造一些契机，或者创造一些可能。所以那时候我除了做生意之外，我有做企划活动跟 event organizer 4年，可是我做的都是 corporate 的，不是演艺圈的活动这样。那边我的确是有利用到我自己原本读的大学的那些东西，还有也扩大了一些更大的 connection 跟生意人的东西。因为每一年他们就一定要那个 award 啊什么东西，然后它其实是 template 的，它其实是 copy paste 的，所以那个东西我也比较把握。然后我们也做这行，我们也比较把握 event 是怎么 run 的，所以他那时候的成就感带来给我是超大，所以变成主业不是演艺圈，但是演艺圈有工作我超开心，然后是一个 bonus。反而现在的感觉就是你主要的这个事业是在你的生意，对，然后或者是那些 event 啊等等的。但是当演艺圈这一块、唱歌这一块变成一个兴趣的时候，它就变得更单纯了，是，你就会更加珍惜这一块，对，心态也会变哦。你不会一直追求numbers， 有没有人看我的歌，有没有人喜欢我的东西？因为你每天都要做 content， 你每天都要让人觉得我还在哦，还在哦，所以我的确是安静了一段时间，但是我也不断的就是也有就是跟朋友或者 IG 一直在更新了。此静静非彼静静。但是它是一个，我觉得我这样子很舒服，我觉得我这样子开心了很多。当然我希望我还是能够做音乐，我会继续做，但是它是一个希望干爹们来就是给我们做音乐。你自己就是干爹干妈好了。不是，因为我们都懂做音乐花很多钱，对，然后是对丢进海里的，不会回报的，那它会变成你的负担。所以我都是希望，就是我还能做音乐的那一天，我会继续做。但我不能做的时候，我就好吧，退休吧。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很好因为你现在就是有一个主要的收入，然后在养着你的那个兴趣。对，以前我们还在发专辑的时候，其实就有跟以前我的局社的人说过，我们怎么样都要把生活维持下来。你只要你嘴巴有的吃，你的手没有停下来，你才可以把你的兴趣延续下去。所以有时候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在追逐梦想的时候，可能就是很潦倒啊什么，但是真的也要先把自己的生活顾好。对，要顾好你的3餐这样的东西。但我了解了，因为我们也曾经是那个年纪，希望这一个饭是可以是我们的一切，我们的全部。但是需要经历这个过程后，你才会发现，
原来不行的。现在很多年轻人嘛，他们就会问我一些，或者是问一些朋友，我们很懂，他们在追梦一定会比较吃苦，一定会比较难，但是我也不会去觉得，你不要想太多，或者是你一定要想办法怎么样，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他的所有，他的世界。只有他的梦想，他必须要自己领悟，你需要做别的东西才可以的。这个让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哦，你敢跟现在的年轻人聊一些自己的经验吗？你觉得？因为你会给他意见嘛，就如果他们来问你，我问的吗？我是敢的，你通常会怎么样跟他们说？我会先问他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你有多喜欢这件事情？你是不是因为现在所有人都是 YouTuber， 所有人都是歌手，你就要跟风？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人现在的梦想，问一些小学朋友，问一些大学朋友，你想做什么？我想做 YouTuber， 他们这样子不是错，只是我会想。你真心有喜欢这件事情吗？我觉得我没有权利，也没有那个资格可以劝他们太多，或者是分享太多，但我只能用我的经历来跟他们说，但我不会打扰到他做任何的决定，我不会觉得你现在追梦是笨的啦，你不要这样子，我不会这样，因为他现在做任何决定都是他需要去面对的，只是你问我，我就会跟你分享，但是你不问我，我不会跟你分享，你开心就好，因为主要还是开心。这果然就是以前进过头的时候，就是他自己有处在一个自己的那种自我反省够近的时候，可以领悟到的一些智慧啊。因为到我现在，我可能还没有累积这样的智慧啊，因为有时候我一直在拿捏这件事情，就是小过我们的一辈，要聊起这些事情，你很想要跟他分享一些你的经验的时候，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说多错多。对对对，我有时候就会觉得我要静静，但是我又觉得完全安静，我又看，哎呀，我又不想心疼，对，我又不想他有一些路白走，所以有时候那个拿捏，我懂，就是你心疼他，你想帮他，讲你倚老卖老哦，对，这个跟他们现在的想法不一样，是啊，他们会觉得，可是我想做的事情跟你以往过的也不一样啊，就是他们会这样，所以我懂你讲的，你心疼他们，但是你又不想要太 over 的，对，伸出你的手，所以我也是要在拿捏那个静静的力量。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个，就是只要他们问你。你就讲，他们没有问你就跟他讲。有时候我会画公仔画出肠的嘞，我就会讲，那是你问我的，你听得进去哦，你听得进我说的，因为你知道我也是一个很啰嗦的人，如果一开口了，我就不会停了。那刚才我们有讲到你做生意的那一块嘛，你要讲一下，因为很久以前啊，就是阿 Zen，就是我会跟他还有。小东买咖啡，对，所以这次的生意是不关喝咖啡的事，不管这件事情，就是这一次是一个 supplement，然后它是一个可以帮助你睡眠，然后皮肤好的。为什么我会出这个产品？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难入睡的人，然后我很难，就是很容易醒睡的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想太多，反省太多，反省已经是 over 了。然后，可是我一直在知道，我从小也是这样，很容易醒，一点声音我就会醒。当然，我们做这行的也是会希望皮肤一直都会保持得好。但是我觉得主要的是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睡好的话，我们身体没有办法作用，我们没有办法就 regenerate collagen， 没有办法，就是你就算喝多少东西，放多少护肤品，它是没有办法吸收的。因为你没有睡好，然后你的黑眼圈会越来越严重。也是因为那个黑色素，如果色素沉淀，对，那这个产品我做的也是其中一个，就是partner他是想要做，但我帮他执行所有的那些，就是从0到100出的产品的东西啊，从0到100，就是这个也是我蛮喜欢的一个过程，就是从产品 R&D， 我没有 OEM 产品，但是我 R&D， 我想要这个效果，我要怎么样。R&D stand for 就是 research， 就是 research 它所有的资料 ingredient 从0到一个一个的 ingredient 配合到你要的效果。哇，这都是知识哎！我不是做的那个人，他们已经会有 pharmacist， 他们会有自己的配料的人。我只要跟他说我要的东西，但是我自己要一段时间一直要去品尝，要去 test，所以我用了可能1年的时间才 OK。自己做白老鼠，还有要给一些人的，你自己先必须做，因为你必须自己知道你在吃什么嘛，对，然后也要给更多人尝试，因为你没有办法作为一个那个白老鼠，所以就尝试来来去去，大概1年吧。
然后才推出就是最满意的这个产品。它是算是一个 collagen 的产品，但是主要很多人喝的，它比较是可以让你睡得比较沉，睡得安稳，对，睡得沉，但是它不是那种你喝了你就想睡，它不是安眠药，对对，它不是药，对对对。而且我原本要带来，没关系没关系，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阿珍那边他的 IG 啊去询问一下。对对。那我就好奇了，就你在做这个 collagen， 对对对。你在做的整个过程当中，因为有牵涉到很多那种很 privacy 的，可能就是那种什么 recipe 啊，那种秘密之类的。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就是不小心，有时候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就分享的时候，就不小心透露出去，然后就被拿走一些资料什么的？就算知道你 recipe， 因为我们在那个包装里面一定会写完嘛。如果他买了我产品，他去 lab test， 他就会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在市面上太多相似的产品了，尤其是 collagen， 你一 search 的话有1000多个，那你要怎么 stop 别人不模仿你的东西呢？已经不是一个考量人家会不会 copy 你的东西了。其实这个感觉有点像是你要怎么样 stop 别人会给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意见啊？对对对，对啊。所以它是一个，如果你 copy 到，然后你做得很好，我都会祝福你。但我只会希望我可以做好我自己的东西就好了，就是这样简单而已。我真的觉得你成长非常非常多没有啦，是可能就老了。没有，你今年几岁啊？31，我大你整整8岁耶！有吗？真的，我真的必须要讲一件事情，真的就是有时候年龄就不等于是你自己的智慧的数量，你知道吗？所以还是很多时候，像刚才我们聊的，你需要自己去沉淀，要自己去思考、去反省，但是呢，不要过度。对你有一定的量拿捏的好呢，其实你的人生才会有所帮助。因为你过度就会太 stress， 然后你 stress 的话你就不开心，然后不开心所有东西都会是啊，你可能就没有像他刚才讲的，就可以开眼界，或者是呢就有那个虚心的感觉去接受新的事物等等。我又没有开到很多，但是有啦，已经很不错了，在你这个年龄。我觉得我每天都在不断的学习，我就希望每天都是不断的提醒，昨天的烦恼，所有的东西都把它放在昨天。然后今天希望明天会更好，希望我今天会好过昨天，我希望我今天可以开心过昨天，就简简单单的一个小提醒就好。因为认为自己或者是你克自己那种我今天要很正能量，我要让大家很喜欢我每天都要这样，但是这样子的是我觉得是 over positive toxic 啊，很难啊，那个是你知道我在乌托邦的一个想法。你希望可以这样，当然我也希望大家都可以这样，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是比较拉回现实一点。我知道我没有办法每人这样，但是我希望我一点点的开心就可以一直提醒自己，今天的开心可以大于过不开心。对，珍惜小小的幸福。对，没错。OK， 那想要问一下子，就是出道这10年，其实不只是出道，你在这个娱乐圈里面，其实它就包括你整个10多年的生活。那如果说这10多年像是一颗橙的话，它是什么滋味的呢？甜啊，酸啊？很充满 juice 的，很 juicy 的，还是你觉得，其实有时候它干怎么样的，或者是阶段性的？我觉得它是一个超 juicy 的橙之外，它也有酸，它也有苦，然后它有甜。我想要更 elaborate 哦，它已经是不是一个完整的橙，它是切过很多的很多方面的，然后再拼在一个。对，然后我也是更诚实想要说，它也没有被cellophane tape在包，或者它没有再被粘回去，没有粘回去，但是它目前是只是稳稳的把它套在一个完整的橙，还没有被 bandage 的。OK， 我可能可以这样子形容我的这一10年。所以你喜欢这个粘了一些绷带的橙？我觉得我在学习这粘着那个绷带，因为我觉得每天都在 heal， 我觉得我不觉得我 heal 到晚，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样，每个人都是每一天都有新的问题的。但是我希望有一天，他也不需要 bandage。它可以这样子维持到以后，这样就好了。我觉得这样子了，就是接受一切的发生，一切的接受一切的不完美也是 OK。所以今天非常谢谢阿森来到我的陈慧甜吧，大家记得要去看他的 MV， 对，还有去 follow 他的 Instagram，Instagram 是什么呢？ZENN_____。是的，多听静静这首歌哦，谢谢。